泡桐在我国农村曾经家家都种，到后来销声匿迹，近年来又重新火起来了。泡桐的一生为啥那么坎坷？它在中国人心中究竟有什么地位？这里是知识 TNT。紫色花衣，白色蕊，树上开花似喇叭。虽然见过的人多，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就是鼎鼎大名的泡桐树。目前我国的泡桐至少有9大种以及2类亚种。虽然它们在我国长势喜人，却并不是我国独有树木。东南亚地区的老挝、越南等地同样生长了一种白花泡桐。其实泡桐相比于其他树木更喜欢阳光照射，是名副其实的阳性物种。简单来说，随着太阳光照的强度以及时长的增加，它们的生长效率也会更高。而泡桐树虽然在太阳面前并不娇贵，但对土壤的要求可不少，往往只有排水性能好、通气效率高的沙质土壤才最合适种植泡桐。泡桐的环境适应性很强，在超过一般酸碱度的土中照样可以存活，无论是平原还是丘陵，也照样不会影响其长势。但是它的根是绝对不能长时间处于积水当中的。实际上，虽然野生泡桐大多生长在纬度较高的北方地区，但在人工培育下，华东西南以及华南地区也出现了大量泡桐。只不过这种人工栽培活动并没有持续太久，而这其实也与泡桐的生长习性有关。泡桐的生长速度非常之快，成长快是好事，但过快势必需要吸收更多的营养。农民在地里种下泡桐后，反而抢夺其他植物的生长空间以及养分，甚至影响庄稼收成。与此同时，泡桐的经济价值也远远比不上其他经济作物。如果按照普通农作物种植贩卖，又难以享受到与之相当的补贴政策。泡桐树在农村消失多年，现在却又火了起来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但近年来，随着人们对泡桐木材的深入了解，发现泡桐其实是个宝贝。早在1578年，我国就已经衍生出了桐叶可杀3虫、消肿生发、产生药用价值的说法。北宋时期，甚至有人专门撰写了一本名为《桐谱》的书籍。而到了现代，泡桐更多的被应用到了工艺品以及工农业等领域。据了解，河南兰考县就使用辖区内种植的大量泡桐，发展出了极具特点的民族乐器产业。整个县内的民族乐器制作企业甚至已经超过了200家，涉及的乐器也有琵琶、琴筝等多个种类。除此之外，许多对中式装修风格有追求的新房户主，近年来对泡桐门窗以及其他房内装饰家具的喜爱也在逐年增加。甚至就连对木材要求较高的精密航空模型都需要用泡桐才可以。那么泡桐到底何德何能，可以生出如此众多的适用领域呢？原来泡桐具有乔木的普遍优点，那就是木材的整体材质在合格线以上，保证韧性的同时重量却比较轻。而人们在常年的实验中还发现，泡桐在防水耐热方面的表现也十分优越。这2项其实正是木制品最需要的因素所在。与此同时，密实的木质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壳裂，这也让其能够承受更多的人力改造，使之在被加工成工艺品、家具等产品时不会出现较高的损坏率，相应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。总而言之，这种长得快又能降低企业生产成本，还有众多市场需求的木材，怎么能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呢？泡桐近年来成了木材市场上的紧俏货，这就导致有黑心商家用法国梧桐来欺骗消费者，甚至宣扬外国引进的新品种泡桐才是最好的。然而，他们的这些说法也就是骗骗外行人罢了。首先值得一提的是，泡桐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本土树木，我国同时也是拥有所有泡桐树种的国家。目前，其他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泡桐树苗其实都是从我国专门引栽过去的。所以，如果有人在木材市场上说外国泡桐更好，其实就是明着欺负消费者对专业树种的了解不够详细。这种出口转内销的行为是绝对不正当的欺诈行为。那我们又该怎么辨别泡桐呢？实际上，泡桐可以从树皮进行辨认。通常来说，其树皮多为灰、褐、黑3色。泡桐与法国梧桐是完全不一样的2个东西。
泡桐是玄参科泡桐属植物，法国梧桐则是悬铃木属植物，二者只是同属高大乔木而已。虽然梧桐与泡桐类似，其枝叶生长的都比较稀疏，但法国梧桐的嫩枝却多为黄褐色，即使是生长多年，也顶多是红褐色而已。如果有人觉得这还是很麻烦，其实还有其他更简单的方法，那就是法国梧桐的飘絮要远多于泡桐。数据统计，一棵成材10年的法国梧桐每年可以结果300个左右，而每个果子都能散布出上100万的果毛。所以说，在4月以及9月开始大量飘絮的，极有可能就是法国梧桐。而我们在确定要购买泡桐木材时，如果实在对卖家的话术以及树木的种类难辨真伪，其实不妨找树木爱好者结伴同行，或者直接询问树农哪里买泡桐最好。知识 TNT，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